我说 ATS 有个 topic 我觉得很有趣，他在讲 OSA treatment 一样 CPAP for surgery， 我觉得它很有趣。当然今天可能 Brisbane 会觉得不高兴，但是其实坦白讲，这是相辅相成的东西，尤其计算上了解。但是我那天讲完以后，我发现王教授那时候他跑来中区特别听我讲，讲完以后他说了一句话：“你知道你在讲什么吗？”我说：“我不知道。”我很认真的读了那个 section 的 paper， 结果我真的不知道。但是后来才造就我后来才对人都太很有感觉的一个故事。那目前我系的团队其实现在都有一个黄伟俊黄医师我相信希望各位是在夏季会的时候听过他讲过。其实他们现在讲的都比我好，当然我们也有耳鼻喉科也最近有一篇在 Response 做最后 final review， 在小科 data，ENT 的 data 也出来了，然后牙科 data 也在整理中。梁医师我逼他20-30年，他终于也写了一篇了他本来不想写，后来他写了一篇，他说以后这种场合叫他来讲就好。我说好，难得你会同意讲。那这一支，我想大家都很熟悉，他这一块应该是目前在全亚洲期应该讲到最好的医师了当然黄伟俊医师也现在很好，这是我的团队。首先我还是讲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东西，是我还是会从讲一下故事当然可以看到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因为我们是睡眠学会办的活动，一个反复的呼吸停止，在睡觉的时候产生的一些气道的一个塞住，这种气道塞住会就表现什么打呼缺氧，甚至 arousal from sleep， 这是我们常跟大家讲的故事。然后男生比女生多，当然我们今天谈口收米这一块的话，其实有很多可以聊的地方。但是这是我们一直在告诉大家的事情我们也知道，我们可以用标准的 Polysomway 去确定它 HI 大概15没有症状，或者 HI 5有症状这群人，然后去定义它的 hypomia 跟 solubility。我们一直都 follow 这样的路。但其实坦白讲，老师设定的，尤其这个是 Christine Giamino 设出来的所以老师做的事情，我们就想突破。我们也很清楚知道，在 OSA 过程中 ，intermittent hypoxemia、sleep deprivation 跟 intraocular pressure 以后造成很多的 monkey， 这些都是 pathophysiology。然后 consequence， 我想这边李佩玲李医师他在这一方面做了很多，尤其 metabolic dysregulation 我一直认为他是跟 Mary Ip 差不多了他在这一块做得非常认真，我非常佩服当然，其他的部分有很多医师在做，包括我们现在现任理事长他做 endothelial dysfunction 跟 systemic inflammation 也做很多。但不管怎样，它会产生很多的 endpoint， 产生很多的 endpoint， 大家都很熟悉。这实际上只是开场而已。但是我们对这样子的疾病的了解，刚才的定义，反复呼吸道塞住，然后产生缺氧，然后我们给的治疗就是这3个，有没有别的？所以才会有 Beyond， 我是 Beyond Surgery 跟 CPAP， 我对这个题目很有趣，结果进去听了以后就知道说这很难。所以在2019年，突然间在 Blue Journal 有看一个这样子 Edward 写了一个很好的一个 review article， 他治疗 phenotype endotype 理论上是要这样，但我们知道 endotype， 我们知道 phenotype， 我们知道 genotype， 但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就开始1986年出一本搞了一台CPAP出来。我就开始治疗，因为呼吸道塞住，我们就要打通，就这样子，对不对？我们是从 treatment 开始。好，那 treatment 有没有进步？从1990年，我记得一台2.6公斤的CPAP，那时候我带出国就箱子过重2.6，我就把CPAP拿出来。他说你怎么知道2.6？到现在好像那个 Richmond 机器，到现在甚至有很小的，跟一个钥匙一样大小。CPAP 一直在进步。但是它 gold standard 这群的，但是坦白讲，这边在座很多都是睡眠中心的主任级，你们的长官们应该常会面临一件事情：你怎么搞了这么难玩的东西给我那些 VIP 用？然后你要想办法去解决问题，但是我真的没办法解决。而且在2016年出了一篇 paper， 在我们去 ADS 胸腔科的美国年会是都在5月，这篇 paper 出来后，大家哗然，他们可以出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Non-sleepy 的 randomized control 出来去比较，它会不会出现 PCR 或者 CABG 的情况之下，没有很多它的 randomized control 出来，就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 ：did not reduce long-term cardiovascular risk。
马上就全部被打脸。我们那些没做睡眠消费者啊，你用气泡用在顾给我不好，但是有效啊，为什么有效？后来做后分析，你要用的久，每天要4个小时以上，稍事缓解了这个问题。然后其他的 data 也可以看到，其实坦白讲，CPAP 跟 cardiac vascular rate 是有帮助的，但是这边可以看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都要每天4个小时以上。所以病人常问我说，可不可以偶尔不戴？我也很想偶尔不戴，但是要4个小时才可以 prevent。所以这是CPAP 的一个紧步骤。而且坦白讲，Brisbane 干嘛要搞那么多 mask 出来？还要搞到等一下讲 Cosomi 的一些 flow 一个 sensor 的一些问题，其实就是一个 CPAP 真的没办法治疗所有的食道癌病人因为 CPAP 食道癌应该是这是一个很旧的 data， 我只是很快速的可以到美国有那么多人有 OSA， 但是真正会做到只有307 million， 只有2个 million CPAP compliance 好，有多少人 compliance 不好？你们要不要算一下？不要算而且他们有保险我们没有，我们这边愿意带的只有1/10，他有60%，我们就1/10了。Long term 自己口腔的 data 只有1/10，所以台湾CPAP的病人包括几个 VIP， 我现在都可以监测，你们机器我都有他同意，然后每个月寄一个报表给他。最近有次开会碰到某个 VIP， 他说拍谁？我最近我知，但是我刚跟你讲。OK， 但是后来出现那些 data 以后，我告诉treatment 的时候可以说CPAP， 然后可以加一点 statin， 他最近 statin 有一些争论的地方。但是OK， 我可以用CPAP， 但是如果给他一点氧气，或者给他 Diamos 也是可以处理。然后竟然还有些人不用，怎么办？所以就有 phenotype 这个东西出来。我想台湾做 phenotype 最好应该就是林口长跟体系。他在那个我的学长，还有我做睡眠那个陈立宏陈副院长今天是希望他做了非常多的 phenotype， 包括 opioid 这些 neural respiratory control， 但最常见的应该是 clinical expression。当然还有从我们的 PSG 去看，它的包括它是 rest sleep 的，包括我最近发表的 position 的 oxygen burden， 还有 heart rate， 这种 physical feature， 当然也有看 comorbidity 出来。我们去看所谓的 phenotype， 但这些 data 理论上都从我们传统 PSG 出来，还有配合临床的一些表现跟症状，去猜哪个用CPAP有效，哪个用CPAP没有效。但是其实这样找出来，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睡得不好的 sleepy 的 CPAP 有效，再加给他一些 BGD， 它就会很好。然后有 cardiovascular disease 不用 CPAP， 如果加上一些 Diamos 可以更好。然后如果没有症状的，搞不好可以不用处理，也是搞不好。它一堆都还是什么？都还是有些问号在，还是靠 PSG。但是我们最近的生态上是说 PSG 应该要离开市场，因为老板念技术也少，然后我们的 PBM 就是4000多块，很低，睡眠几乎没有胸腔科医师，没有科医师要做胸腔科医师喜欢做什么 cancer， 然后精神科医师还是去说他的那些忧郁症反而比较简单，实际上没有这一块其实大家，但是我们回头去想，其实 phenotype、endotype 在食道癌已经很久，就有人告诉我，其实不要说很久，连我们都在教学生。我每次教到这一块的时候，我就心里很汗颜，我没有办法提供 data 给病人，因为我们有 upper airway 的问题 ，collapse 的问题 ，PQIT， 可是 PQIT 怎么测？等一下会教大家Look at 什么叫 look at？ 就是我当我呼吸之间出现了通气的变化，就叫 look at， 很简单。然后另外一个，当我呼吸事件出现的时候，我最低的忍受产生再呼吸的最后的阈值叫 arousal threshold， 一个神经控制，一个通气控制。然后当然另外一个就是我呼吸道本身的代偿能力叫 convolution。我们都跟我们的学生说，我们要知道 PQIT， 我们要知道 arousal threshold， 我们要知道 look at， 我们要知道什么 convolution， 但知道吗？当然知道，因为有人就这样做，所以就会出现这样的图这个
都很 look at muscle memory arousal 这件事情，就让我们的从 open airway 到它都很好，就不会 OSA， 有不好它就会变 OSA。我们上课都这样教学生啊。所以其实我在那一年我就讲这个东西，Gold Standard 它是需要做CPAP titration manipulation， 去看到 P passive P active 这几个，我现在故意讲这几个字，也就是让大家感受到这个对我好远。我那时候还很远，但是我很认真的去读了10几篇的 journal， 我很认真去读了那时候我也很算资深了，也副教授级的，也算很资深，就读完包括看 Drive 看这些东西，这在很早期的时候，因为它需要很特别的设备，然后要很多东西，还要放Golgi pressure cast 的 EMG， 这是有人去厦门，你看北京大学的 ENT 还放 General Gross Muscle 的 EMG 进去，这个在台湾怎么可能不要说台湾，应该全世界都不可能。但是这是哈佛的东西，哈佛才有办法这样做。结果这是我目前团队，他有一张照片，我帮他要来你要接成这个样子，做 PSG 已经被 criticize 很严重，变成这个样子。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OSA， 你可以看到这边 look at 它有定义0到1，这叫 ventilator disturbance。look at 就是我们空气的变化，然后另外一条 cholesterol， 你看 P-Crit 要测 CmH2O， 它有单位。然后 muscle weakness 它是 EMG， 然后处理它的 activity， 这边是 percentage 的，它最大的活动量的比率叫 muscle， 我们叫 muscle composition 或者叫 responsiveness。arousal threshold 它是用0到-30的态度，它也是看 CmH2O， 这样有单位出来，就是哈佛那一群人搞出这样子的单位出来，但是还是离我们很远，所以呢，就有人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 ？OK， 这个我记得李佩女士也曾经有这方面的一些 data。我 correct， 我去看 CPAP 的 pressure 6就表示它怎样还好，如果8就比较严重，用这样去做定义，然后还有一些 negative pressure， 它必须在睡眠时候做。然后另外 arousal threshold， 我看到这边的时候就觉得很兴奋。2013年，他是说我用 PSG 里面3件事 ，HI 不是很高，然后它的 saturation 不会很低，然后 hyponia 很高，这里面就 arousal threshold 比较低。look at 呢，当然可以用一些方式，但是其实都 awake， 但是所以比较难做。然后 muscle composition 就没有 data 可以出来，所以还是这样很多缺失的地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医药化合物跟这晚如医师，我们还不懂接下来方式的时候，做了一件什么事情？我们就利用刚才那个3个定义，我们去看这样跟我CPAP之间有没有什么关联性。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low arousal threshold的病人比较胖，比较多女生。我今天为什么讲这个？就是接下来帮后面 session 做一些，然后比较会抱怨夜尿跟 bruises， 然后。BMI 它的其他在 HI 跟 BMI 它的共病上面并没有很多，然后在 PSG 上面它在做 PSG， 就是它在做 PSG， 它 stage 比较少，然后它通常在 CPAP titration 的 patient 的时候 rhythmia movement 会增加，但是 low arousal threshold 这一件事情有可能怎样，就是表现出这些东西，但是 low arousal threshold 对 CPAP compliance 的影响。就后来有陆续的 data， 所以很多人就做一件事情，如果 look at 高就是 unstable，arousal 如果说它比较低，就比较容易 fragmentation， 然后比较高，它比较容易 hypoxemia。看到什么事情 ？arousal 增加跟减少哪一个是好？都不好。我看到这边的时候，我觉得哎呀怎么办？这真的很难减重也难。增胖也难 ，P-PAS 就 collapse， 数值越低就 collapse 率越高，然后越好当然就越好composition 就是所谓 P-active 跟 P-PAS 去解，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讲 P-active 跟 P-PAS 的一些简单的方式。然后如果它是负的话，叫 poor or paradoxical response， 就是它没有什么代偿能力。其实我还是这边讲好了。P-PAS 就是我在没有呼吸失恋的时候的通气量的变化，跟正常睡眠的时候变化量的差，那个 P-PAS。
然后有呼吸事件出来以后的通气量，那叫 P active。大部分有受到刺激以后，一定会怎样？很简单嘛，有地方蚊子叮痒，你就会抓嘛，应该要更强才对哦，更强才对。所以我们可以从哈佛的 data， 我们可以知道 low arousal threshold 还有 mild compensated 这个病人或许怎样，他 disturb sleep， 所以他 CPAP 会有效。所以为什么 Risman 去发展这些部分？所以这一群是没有问题。但 Lucan 高的病人，他有 cardiovascular risk 的时候 ，CPAP 以外，他是不是要加上其他的 medication 治疗？也变成一些有趣的事情。Moderate Lucan 跟 moderate arousal threshold 就不要理他了，对不对？因为他们有症状，就不用理他。所以不是每个病人都要治疗，跟刚才 HI 就不一样。所以2022年 ERJ 其实就很清楚告诉大家，这4个 component， 好，一个是通气的不稳定，一个是结构的不稳定，一个是 arousal 那个出现呼吸停止的反应，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单纯的 collapsibility。这4件事情就是代表我们4个主要的 pathophysiology。所以当初了哈。他为什么要装这个原因就很简单，他用传统的 PHG 去跟 gold standard 去比较，是做过 validation 的 data， 所以在座各位的 PHG 如果没有 validation， 你要去查 Lucan 这些可能有困难，还有他胸部带，他利用这样的方式去 match 刚才的那个 procedure， 哦，现在一个非常小型的机器了哦，他做了一些用这样的方式去看。P passive 跟 P active， 就是在我在 arousal threshold 出来的时候，结果可以看到这就是 P passive 这样子掉下来就比较差，哦，然后你可以看这个病人就 P passive 上了，他的 arousal 虽然在这里，但是可以看到他的 composition 上，所以他主要能力除了看 arousal threshold， 也可以看什么 composition， 哦，可以看到这个事情，大部分都这样子，哦。在怎么测量其实很简单，它是靠胸部带。好，郑医师以后有机会他会讲得更难一点。其实就在讲我在正常呼吸没有太别的世界是 P passive， 受刺激的 P active， 然后 arousal threshold 就是我在要出现再呼吸的时候那个值的 percentage 是多少，它的通气量电移度多少，所以都是 percentage。Lucan 也是 percent，Lucan 更麻烦 ，Lucan 是一个 method。一个统计学出来的 data， 它不是 Lucan 1或 Lucan 2，是一个北医的研究学生写信来问我说，他可不可以用他们 lab 里面的 Lucan 1加到 N 当做 Lucan？ 我说你 validation 以后就可以，好，所以这些都是 data， 但是可以看到从 invasive 的方式到 non-invasive 的方式，可以得到一个很类似的图形，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我们就可以把 endotype 变成 PHG 可以得到 data。所以简单来讲，什么叫做 arousal？ 就是我要在出现 arousal 之前的 chemical drive， 这时候的通气量叫 euapnea， 好。然后另外就在出现呼吸事件之后，出现这个 ventilatory response， 再有一个 chemical feedback system， 今天我不会谈这一块，是出现的这个通气的变化量叫 Lucan。然后 A 位在有受刺激跟没受刺激的变异值，我们叫做 composition， 然后 collapsibility 就是 P passive，that's all， 所以就靠胸部带，有没有很难？其实应该这么讲 ，endotype 结果，好，不管它是各方面结果，就是 individual personal treatment。OSA 用 HI 这件事情，其实我个人觉得应该是慢慢要走向历史了。HI 这件事情虽然可以参考。但是，我们的 data 目前还不少，只是我们看到这个 data， 这是2023年的时候5月，老外跟我要 data， 他们用2个 cohort 去跑的所有 data， 可以看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collapsibility 大家都很严重，这是 P passive， 这越大越差，我们只看 PERS， 越大越差，然后可以看到什么 compensation， 有没有看到这边很有趣的 5.7、6.1， 2个 cohort 都是正的。他们亚洲人呢，我们做出来是负的。坦白讲，他们当初认为我们做错了，但是后来我们 data 也是都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亚洲人是 composition 有问题，我们会往负的走，所以我们受刺激以后会怎样？越没有越不会 response 哈。然后 look at 大家都偏向于 look at B， 然后 overall social 大家都偏高，所以我们第一篇出来的 data 是放在西方人的 data 里面，但是我们出现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啊。因为大家读我们的 paper 的时候我今天只是简单讲。然后另外一篇，其实在 ATS 我们发表的时候，其实也是有些困境，就我们刚才把那些 data 去做一些分类，这是冰岛大学的跟林口长庚提供的一个问卷，然后可以看到，如果他想睡，就是 high cholesterol high leukin，low arousal threshold 就是 disturbed sleep， 跟 consoming 是类似 ，low compensation 这样它比较不会有症状，比较不会 compensation 就比较不会有症状，所以其实亚洲人应该理论上是属于比较没有症状这一群，不管怎样。所以说，我们把这样 cluster 以后变成一件事情。如果他是 high cholesterol low leukin， 这时候他会有 sleepiness、高 BMI、严重的什么 Ashwagandha。所以这群病人为什么 CPAP 会有效？我把 Ashwagandha 处理掉，我把 arousal threshold 处理掉了，这些都可以改善。但是 low arousal threshold 这些病人，他是 insomnia 为主，他是会 disturb sleep pattern， 你可以看到他 low arousal 的时候 muscle composition 很好。它会代偿阿佩瑞的 cholesterol 不会很高，所以它只有一点点变化，它就不舒服。所以这群病人的治疗应该也要不一样，用CPAP的时候态度应该不一样。然后 low compensation 这群病人，他比较不会 compensation， 他的 arousal threshold 跟 cholesterol 都在中间，这些病人症状会比较低，然后不大会有什么东西，然后对糖尿病的出现也会比较少。所以当初会认为这一群人怎样？不需要治疗，真的吗？好，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有 answer， 所以我们大家讲到这边，我们在2025年这篇是，其实我们的 data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都是 cross sectional， 我们还没有什么 longitudinal， 我相信我们会在努力之下去做这种决定。大家可以看到男女跟年纪，可以看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look at 没有问题。大家一致通过，只要年纪越大，什么？我们judge到 HI 这些 BMI 都是judge以后去看，男生女生这一点都没有问题。Look at 随着年纪增加 ，Look at 大家一起高起来，所以 Look at 高起来是好事还是坏事？应该是每一个这样的病人都会发生的事，所以没有关系，反正每个病人 Look at 都会高。年纪越大越高，然后这边出现一个很有趣的，你看男生女生的一个很大的不一样，是不是在这里？男生的 cholesterol 随着年龄增加越来越低，女生的 cholesterol 随着年龄增加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还有呢 ，arousal threshold， 你看女生的 arousal threshold 年纪增加越来越低，所以。当我一个女生 arousal threshold 越低的时候，你用 CPAP 的时候，就拜托大家可能要很小心它的一些 adherence 的问题。但是男生呢，你看男生在这里，所以你看，你给他60、70岁再戴呼吸器，跟一个30、40岁戴呼吸，那 arousal threshold 在30岁，所以你不觉得年轻人戴呼吸器都觉得很好？好，当然这个不能解释所有，还有 compensation， 可以看到 compensation， 男生的 compensation 越来越差。我讲亚洲的，好，我讲亚洲，我们现在不管其他种族，然后女生 compensation 会越来越好，所以 compensation 上面男生的治疗上面有时候要特别注意。如果说我可以把男生的 compensation 弄好，把 PST 跟 PVC 的数值变好，它就有机会改善。但我这样在讲，好像对，可以看到刚才的 data， 可以看到什么？我男生，我可以给他。这时候病人他 arousal threshold leukin 比较低 ，BM 这时候我除了体重控制，我最近也安排也要讲 body weight control 在我们睡眠恢复指针上，尤其我一个病人，他 body weight control 才是21%而已，他 HI 下降91%，结果我们看到 data 是 composition 改善，其他改善是还好。年轻人其实会 control 就有机会。但是如果大于40岁以上的时候 ，cholesterol 跟 leukin 两个都增加的情况之下，我要想办法去
减少 Duquesne。这边一直在重复一个 Diamos， 我曾经有病人用 Diamos 就治疗变好，真的真的很便宜，然后不是肺高那个高山症的药来吃便宜又有效，但是结果不会很好。但是 arousal 会降低的时候，这时候我可能需要，这是郑婉如医师很强调，是我们亚洲人可能需要这一块，还不够是 nurse stimulation 用刺激的，然后或者给他 arousal threshold 增加，当然 BDD 这时候或许也有一点帮助。但女生呢，她的 contraceptibility 会比较低 ，arousal threshold 比较低，所以她比较容易收敛，这时候比较不容易诊断。所以女生进来我们我看 PhD 我都很，她要说做 PhD 我压力都很大，真的压力很大。大概40岁的时候都变增加他营收也增加，但是他比较不会打破卡费。这时候我会建议也是在处理 Duquesne 上面这样去做处理。那大家到这边可能会觉得说，你干什么呢？所以我们在2024年这篇文章是真的让我们团队觉得很兴奋的一件事情，终于有一篇16点多分的 Impact Paper 出来。我们看许派跟纳许派，可以看到这边这个三角形，许派比东明这一块，它为什么会从侧睡？它会从平躺到侧睡，就是我们亚洲人许派比东明这一块 composition 就会可以改善。但我们还没有去做它基因学，就是有些人就永远不会侧睡，永远不会平躺，那块是另外一件事情，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然后考虑到基因跟海波斯加波等问题。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许派比东明的病人，他只要侧睡，他的 composition 就可以变好。没有药就可以变好，但是他如果不能侧睡，那我们就想办法让 composition 变好，类似这样的 data 可以出得来。所以亚洲人，我们亚洲的 position depend 非常多，但是大家会用直视治疗，而病人愿意接受比例也非常低。每次都跟我讲腰酸背痛或怎样，但我最近看到很多。position therapy 自己可以调整这群病人，他可以到90几%的 position change，但是如果他不能平躺，那可能是跟基因或其他很多事情有关系，不是我今天要讨论的，因为我们还没有上完比 data， 我们没办法去看。但是如果 compensated 的稳定度可以被处理好，我们跟西方人的治疗上面就会有些不一样。我一直在 point 的 composition， 因为我们的 data 有点复杂。为什么提 composition？ 2017年的时候，我觉得药物在睡眠呼吸中治疗没有什么希望，但是在2019年的时候，就曾经讲，在 upper ear muscle 就 composition 这一块，大家 N 都是非常少的病人状况之下，尤其这边有一个药物，我想如果你们上网去看 AD109 跟 AD39这两个药物的时候，就在讲 amoxicillin 跟 osmocote， 一个治疗 ADHD。一个治疗什么膀胱躁动症，这两个药目前有非常多的 data 在这一块，可以看到什么？它可以当 AHI， 它当初也是看 AHI， 像有没有改变 endotype data， 目前还没有很好的 data 但是 upper composition 这一块应该是有机会做一些处理，所以以后我们还是要这个，但是目前我们看到这个，但是后面这个是都一样，我想需要更多的 data 去改写。但我今天还没有结论，我今天只是因为张开明主任要我讲，我只是把我们的很复杂研究的东西给大家一个想法。最后我提这个，为什么要提这个？在2021年，我在整理这个东西，忽然发现一篇很有趣的篇。Breathing education and the phenotype of stylemia。其实我们正常的时候，我看到这篇文章是有一点共鸣。我们正常的时候应该怎样？没有感觉到自己在呼吸，但是我们生病了以后，我们的很多事情都改变。Sleep breathing disorder 就是因为生病而出现问题。然后慢慢累积，然后 Duquesne 就越来越高 ，arousal threshold 就越来越高 ，composition 就看每个人的状况产生不一样，亚洲跟欧洲不一样。Cholesterol 有可能有基因的成分，但是有部分是年纪的 process 但是 Duquesne 跟 arousal 理论上就是往上走的，大部分的人。所以说，如果我可以到一个好的 nasal breathing， 然后我可以让他慢慢的呼吸，跟做一些呼吸的变慢，跟轻呼吸。跟慢呼吸跟很慢的一个状况之下，
我可不可以让我的 functional breath， 就是我 conversation 这一块帮它变好？所以你去看我们很多 sleep breathing disorder 的病人就这一块，就是他就是这样normal breath。这个图还有它这个 paper 里面还有附 video， 怎么做呢？所以我在处理任何一个 sleep breathing disorder 的病人，我都是一定做一件事情，我是一个滥开鼻子类固醇的医生，我只要一个 PSG， 我就开一瓶鼻喷剂给你，然后鼻喷剂开完，下次来问诊，我说第一个你有没有用，第二个你觉得有没有效？有效的几乎都轻微的，然后没效有2种，一个没给你用，他觉得你开这个干嘛？我鼻子很好，但其实 4 time 的 nasal breathing， 不管在醒或睡的时候都要做到。所以我刚才日本跟我讲说，因为口鼻烧，我为什么会反对？你可以看到 resting procedure of tongue， 我鼻子呼吸的时候，我舌头就会怎样，在它应该在的位置，然后把呼吸的次数变得更慢，然后提供这样，我如果能把 breathing 后态增加，我对 CO2 的 chemo sensitivity 就变长。其实 arousal threshold look at 这些变化，其实也是跟我 CO2 有关。我 breathing 后 CO2 高一点，然后又回来又高一点，所以它 hyper， 但是这些是我们完全不知道的事情。今年1月出来以后出现这些问题，然后我如果能停止呼吸后，在醒的时候去做练习，然后再把我的横膈跟这是 RT 常做的事情，这样子或许就可以达到一个什么？我就可以用我最低的 volume 去 regulate 我的体内的 CO2， 因为坦白讲，我到今天为止还是反对抽 vein gas， 我都要抽 arterial gas， 因为呼吸道的通气的 conversation 绝对不是感冒。你看我摆他们的正常是什么？23，不正常是27，只有差3个，这3个要多久的时间啊？所以不能，然后那个 vein gas 跟 arterial 是差2，我们只差3我们胸腔科比肾脏科的容量更大，那个 compensate 力量是更大的哈。OK， 最后了哈，我还希望这个差我20岁了哈，我希望我现在做的事情还有很多事情没有解决了，没有解决，但是我相信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们要我放一张照片，这是冰岛的人一样。其实我在去冰岛跟 NOS 厂商说我要跟他们合作的时候，坦白讲，他们 CEO 是不愿意的。但是我们出亚洲的 data 的时候，坦白讲，他也是不相信我们的。但到今天，我们的 data 应该是可以解释一些以前 invasive procedure， 因为我们做出来的东西跟过去 SEN 就是哈佛做类群的 data 很多都可以 match， 所以他们更能相信我们 data 是完整的哈。OK， 简单跟大家报告到这边，谢谢。好，那谢谢杭教授精彩的演讲那可以让我们更了解这个endotyping这方面的一些内涵。那我想就是我们时间上应该可以开放一个问题，那是不是现场有没有听众要提问？好像是李医师是下一个，第3个谁？我是第2个嘛，您是第3个，所以可以。那么有要提问的吗？没事。就是有一些就是请问庞教授，就是虽然我们还是对于这样的一个endotype 或 phenotype 的了解哈，在实际临床的应用上还是有一点点距离哈。那你有什么建议？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些病人应该都有 PSG 的 data 哈，那有什么建议说我们善用我们的 PSG data， 因此进一步在临床的使用上对病人的提供的资讯或者对他的这个帮助可以再更大？谢谢。其实不是 PSG 其实我们现在用 endotype data 也回去重新再解释我们的 phenotype data 跟 PSG data。为什么要去这样讲？所以当一个症状比较不明显，尤其等一下提到这些 insomnia 病人，你是要都有 arousal threshold，因为你可以看 PSG 上面它的什么，它的 dissolution 不会很多，
那 frequent arousal， 在心里有数，他们都有双方追求，而且不会很严重，女生又比较多。只是从 endotype 去印证这件事情，你去看他的 histogram， 大概就可以很清楚知道这个人可能都有 arousal， 然后你可以看到低血氧掉得一塌糊涂，然后一直在 arousal， 所以 arousal 需求其实很高，但是他都不会醒。这种就 arousal 需求很高 ，looking 很高，但是我要强调 looking 大家都高，大家都会提高起来。那 composition 呢很差，尤其我们亚洲的这些 composition 都不好，所以说在治疗上面你就可以考虑用一些，但是CPAP是绝对都有效，CPAP 绝对，所以说你要分辨就是这个病人CPAP会带来好或不好，应该差别就在这里，所以还是回到原来，等一下你们社区要讲，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结果就是用我们的 endotype 去证实你们临床上看到的 phenotype， 这样而已。所以说 histogram 都看，大概就有数，心里有数，只是说以后分类会变得更简单，然后药物的介入的机会就越来越大。尤其坦白讲，第一个药物已经出来 ，body weight reduction 也都出来，然后其他的 muscle 一些 upper stability 的药物，这些其实坦白讲副作用都很多，尤其 arousal， 所以我们还期待有更不一样的 mechanism 出来，这个需要时间。但是最早我们都太知道，就是说选择病人嘛，以前那些 data 都没有选择病人，现在慢慢的可以选择这群病人就是 high load gain 高的 ，high arousal 追求这群病人，然后 composition 很好的，我搞不好就可以用药，这样比较会有效。或者 composition 很差，其他都可以改善，都不好的病人，我们可以再做别的事情，尤其 composition 这一块。但是如果说 arousal 追求很高，你给他一些药让他睡不好，其实没什么关系。这样或许可以得到一些不一样的结果，只是说现在 data 还没有那么清楚。目前介入到 endotype analysis 的这些临床药物实验，虽然已经到phase 3，我们可以看到效果有3成到4成，但是 insomnia 是一直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那我想请问一下学长，就是说，像刚刚讲到，就是我们 Asian 主要这个就是这个dilated muscle 的 dysfunction， 那有没有什么一些比较好的方式呢，可以去改善这个部分？其实我们郑婉如医师都一直在说神经刺激素啦，但是我觉得亚洲人 composition 有问题的情况之下，其实减重可能还是可以试试看，减重尤其年轻人。原先 muscle composition 年轻人减重是可以做的，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啊。我当主任就笑了我以前 HI 也没有很高，16点多，但是我是 BP。但我减重下来以后，我 HI 永远是这样，小于5。但是很抱歉，我是80几%到90几的 sleep later position， 所以也要谢谢爸爸妈妈给我很好的 hypoxia sensitivity 的基因的问题，当然还配了什么 body weight reduction， 所以我现在一直在推 body weight reduction。composition， 然后其他药物我觉得可能还在看看，但是我目前看到 body weight reduction 是 looking at arousal 都会下降 ，composition 竟然可以从负的变正的，所以我觉得 body weight reduction 是一个我们可以介入而且要积极参与，而不是只有减重医学或是新陈代谢科介入，我们也要进入。感谢杭教授，就是深入浅出啦哈。不过我刚刚一直听到就是weight reduction 这件事哈。那像现在各种的减重药物哈，其实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你如果停药，大概会有90%的 relapse， 所以它一定会再复发，所以会遇到 lifelong 你需要一直用减重的药物，像majority 是遇到同样的问题，所以有些病人他就是没办法再给付，因为你就是他已经到那个程度嘛我讲的不是国内，因为国内没有给付嘛，但是在美国他们就会停药，停药之后病人90%几都会再复发这样，因为 NJM 的 data 也是这样，就是他们behind scene 的data 是这样。所以如果怎么样的可以 long term， 因为从以前的 data 就知道说，你体重增加之后，一般你
大概要20% 以上的时候，你 HI 才会有一个影响。可是你上去之后，weight gain 上去之后增加的那个 HI 的 delta， 跟你 weight loss 之后下来的时候，它其实是不会一样的，对。差6倍啊。对，那所以这个 long term 来讲的话，如果我们做的很多 try， 它比如说像现在follow，它大概比较长的，大概是1年多，对 year long 或者是什么的3年。那但是如果把时间拉更长的话，因为刚刚讲那个 CPAP， 实际上他们都会 follow 到7点多年，或者5点多年，但几乎 median 大概现在都是要到4年多、5年多，因为你才能够看出那个真正的样子。所以我想要请教的是，在这么多的药物，包括现在的 upper airway 的那个药，大概接下来也会我们要 highly select。可是如果我们看一个比较短的时间，跟他看一个很长的时间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是要怎么样的走？因为你也知道说那个现在有效不会代表它非常长有效，还是说我们先解决目前的问题，它将来如果变差的时候再说。对，我想，刚才佩讲的是需要考虑没有错啊，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所有的Sleep-apnea breathing disorder 治疗，应该是要多面向去处理。body weight 本来坦白讲，body weight 这件事情是一个 behavior， 不见得只是一个简单的笔记而已。好，所以你没看到开明瘦下来，王伟章也瘦下来了。当然不用讲我哦。我瘦了，因为他们2位是以前不胖，但是其实还是要靠自己的，所以药物使用。但是我今天不提减重，我是在提 competition 这一块，跟一些 phenotype 只是想给大家说，但 long term 来讲，你慢慢如果说你都可以 monitor 它这些事情的话，就我们的 PSG， 就我们的一些 non-invasive data， 你去 monitor 的整个 dynamic change， 因为它还会再变，它经过治疗以后一段时间一定会再变。再变，我们就要不要再调整？就这样。我的态度是，它一直都会在变。它的 composition、它的 arousal threshold 这会在变的情况之下，我们随着它治疗过程中，在变到 normalization 的过程中，我们再去 adjust 它到底是哪个旁部分有问题。也不瞒大家讲，我们现在已经有 data， 我们是把4个 data 全部放在一起做很复杂的统计分析，去看一些 relationship。那 data 还没有真正submit成功，但是目前也躺在某个地方了哈，我们都是在努力中。如果有机会，因为我们已经要找到 cut-off point， 然后怎么去做分别，这对以后的sleep disorder 的治疗都会提供一些想法。但是它是 dynamic， 所以不要想在乎它今天有效，可能1个月以后就没效，因为它下次已经又变了。但是 body weight 这件事情要持续。既有药物是辅助，我最近也给他打嘛 GLR， 我今天看到他，我跟他讲啊，因为我是 PI， 所以我不能叫他进 study， 我也买给他打，我说你才降8公斤，虽然很短不到3个月降8公斤，但是最好再降的，所以说我觉得很多事情是要多面向，但是了解 phenotype 跟 endotype 对我们做睡眠医师来讲，就不会再局限 CPAP、surgery 跟 oral price。我们有更宽广的想法，当然我一直在强调，我今天的 talk 只是提醒大家，我在2017年的时候也是完全什么都不懂，只是 sense 到一些东西，也被人家羞辱过，但是怎样，我们还是站起来了。谢谢。好，谢谢王教授的精彩的演讲，还有 Q&A， 谢谢。好，那。